爸妈离婚时，妈妈说妹妹受不了苦，选了我陪她吃苦。之后20几年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讨好她。工作后更是把所有的钱都交给她保管。没想到妹妹一落泪，她就背着我偷偷地把所有的钱甚至房子都给妹妹当嫁妆。等我发现时，已身患重症，没有钱治病的我只能躺在床上，听着妈妈的哭嚎，活活气死。再一睁眼，我回到了刚工作的那一年。这一次，我不要再当她的乖女儿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玉玉，我苦命的女儿，这就是你的命啊！你别担心妈，以后有你妹给妈养老，妈也能安享晚年了。我躺在病床上，看着眼前哭嚎的母亲，心中升起了一股恨意。小时候父母离异，我惶恐地看着爸妈，生怕他们都不要我。没想到妈妈却选择了带走我。那时候我以为她是爱我的，直到不久前，妹妹跑来和她相认，我才知道妈妈那时候没有工作，怕妹妹跟着她吃苦，又怕爸爸养2个孩子委屈到妹妹，所以才选了我来陪她吃苦。就算这样，我也没有恨她。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多年，长大后我也一直孝顺她，因为她说担心我拿着钱多了被人骗，我就傻傻的听她的，把钱都打到她的卡里，连辛苦赚来的房子都落在她的名下。却没想到她因为妹妹的几滴眼泪，就瞒着我把所有的钱甚至房子都给妹妹当了嫁妆。等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妹妹拿着钱不愿意还，而我因为这些年的劳累落下病根，又因为没有钱治病，短短几个月已经恶化到卧床不起。妈妈她看着我这样，却一点后悔的意思都没有，连和妹妹拍了我的不雅照办了裸贷后，还在我的床前日日哭喊这是我的命。其实是她偷偷买了一份保险，只要我死了，她就能得到一笔赔偿。我看着她这样，费力的起身伸手想要往她脖子上掐，却在要碰到她的时候失去了意识。我被她活活气死了。没想到一睁眼，又看到年轻了几岁的我妈站在我的面前，而周围的样子也像是以前我们俩住的出租屋。玉玉，还不起床？上班要迟到了。她笑吟吟地捧着2个馒头站在我的床前，看着她，我死死地握住拳头，努力控制让自己不要动手。没有回她的话，我飞快地拿起手机一看，愣住了。我竟然回到了我刚工作的那一年。玉玉，怎么还赖床？上班要是被扣钱，你就去给隔壁张姨家的孙子补课赚回来。我妈拉下了脸，上前狠狠地揪了我一下，我吃痛地把她挥开，她的脸更垮了。妈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换完衣服就去上班。我说着把她推出门去。听到我说上班，她的脸色才好起来，却还是瞪了我一眼，还把馒头拿走了。这早餐妈就拿走了，你今天起得晚，按照咱家的规矩就是没有早餐的。我看着他离开，指甲狠狠地陷进了肉里。从小就是这样，一旦我犯了什么错，他总能找到些方法来罚我。在我上班后更加，因为我的工资是直接打到他卡里的，我自己身上是一点钱都没有的。只要他一不高兴，就让我一个成年人活活饿着。上辈子我的病也有一半的原因是饿出来的。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这个道理我已经体会过一次了。这一次，我是不会再把钱全部给他了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，上辈子的事情，我要慢慢的从他和顾珠身上讨回来。我拿着身份证去银行办了张新卡，接着又到财务那把工资卡换成自己的。做完了这一切，
我才短暂地松了一口气。接下来就是找我那亲爱的妹妹了。我拉着妈妈来到有名的高级商场，这里面都是奢侈品店。她一进来，脸马上就垮了下来，高声说：“顾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可没钱给你买这些，来这儿的都不是什么好女人。”旁边逛街的女孩们听到这话，都回头不满地看着我们。我妈还拿眼睛瞪人家。我低下头，装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，指了指前面的2个人的背影：“妈，我就是好像看到妹妹了，才想带你来看看。”她一听到这话，眼睛都亮了，拽着我就往前面冲，直到跑到那2个人面前，看清其中那个满手拿着东西的人是顾珠，她才松开我，跑上去亲热地把人手里的东西接过来：“珠珠，妈妈的宝贝，是谁让你拿这么多东西？妈来帮你。”和顾珠一起的，穿着小香风、保养的还算不错的女人，上下打量了我妈一眼，又用询问的眼神看向顾珠。这位是……听到这话，顾珠马上把那些东西抢了回来，又把我妈撞开，像条哈巴狗一样靠在那女人身上。这是我爸前妻，她偷人被我爸发现甩了。阿姨，我这辈子只认您一个妈。我妈听了这话，眼神都冒出了火花。我看着旁边人吃瓜的神色和他们默默拿出来的手机，赶紧站得远了一些，防止被误伤。笑话，我可不想跟着这2人一块出名。顾珠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可是你亲妈，你就这样向着你爸拼头？他指着那个女人破口大骂：“还有你老碧池，你自己生不出来孩子，还想抢别人的孩子，以后老了就等着护工打你吧！”那女人皱了皱眉，顾珠就冲了上来，给了我妈一个嘴巴子：“放你的屁！当初你和我爸离婚，带走了我姐，现在回来装什么慈母？”说完，她不顾愣着的我妈，亲热地挨着那女人走了。我看着她这样，心中闪过一丝快意。上辈子我早就打探到了顾珠的消息，但那时候我们穷，她不肯见我。后来我们有了点钱，她才主动过来认亲。不过怕妈妈伤心，我一直没把这事说出来。今天我就是特地带她来看看，看看她一门心思挂念的小女儿，到底认的是钱还是她这个亲妈。等到周围的人都散去，我才慢慢的上前扶起我妈，脸上还是那副乖巧又痛心的样子。妈妈，妹妹她是不是要成为别人的女儿了？我妈听到这话，手死死地扣住了我的手，眼睛几乎瞪了出来，嘶吼着：“不可能，她是我生的，这辈子都是我的女儿，一定是你爸那个贱人教坏她了。走，我们现在就找他们去。”我看着她这样，倒也不意外，她对妹妹的爱一直很深，深到我都怀疑，其实只有妹妹是她的女儿。我低着头跟在她的身后，一直来到了爸爸的家。但让我意外的是，小区的保安竟然没有拦住妈妈，就好像认识她一样，不过是看了我们一眼就把她放了进去。而她好像对爸爸家很熟悉，直接带着我上了楼。我们刚下电梯，就看到妹妹挽着那女人的手进了门。我妈不干了，冲上去一把抓住那个女人的头发，直接把人扯到地上，嘴上还咒骂着她。顾珠尖叫了一声，却没有看向打起来的2个人，而是蹲下来捡着掉落在地上的名牌包包。倒是我爸从里面走了出来，怒吼一声就对着我妈拳打脚踢。至于我妈，当然躲远一点录视频了。我看着他们打得也差不多了，才慢慢的报了警。帽子叔叔来得很快，把他们都带走了。本来爸爸他们3个还想把事情推到妈妈身上，但因为我拍了视频，只能算是互殴。从警局出来的时候，那女人狠狠地甩了我爸一巴掌。我们分手，以前我送给你和你女儿的那些东西，你最好都给我还回来。说完他就走了。
只留下一脸愤恨的我爸和顾珠瞪着我。没想到我妈这时候却缩在了我的后面，都怪顾玉，要不是他报警，怎么会成这样？我看着我爸挥过来的拳头，侧身一闪，就听到我妈的哀嚎，她的牙都被打掉了一颗。我心里一边庆幸着自己躲得快，一边抹着眼泪说：妈，不是你带着我去找爸的吗？我从来都不知道爸爸家在哪呀，这可不是我瞎说。自从他们离婚后，我爸在我这就像是死了一样，一直没出现过。果然，我爸听了之后又愤怒地扇了我妈几巴掌。顾珠还在旁边说：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心，总来给我做饭，就是想扒着爸爸不放。在一旁的我听着他们的话也明白了，原来小时候连开家长会都没空的我妈，一直背着我偷偷地去照顾顾珠。他们根本不是久别重逢的母女，而是我妈一如既往的偏心。到底是在警局门口没能闹得太过分。我扶着我妈回了家，上药的时候我还特地兑了一碗盐水，抹在她有伤痕的地方。哎呦，痛死我了！你干什么？她抬手想打我，反而扯到了自己的伤口，疼得倒吸一口气。我心里好笑，面上却还是唯唯诺诺地说：盐水能消毒呀，妈妈，你以前就是这样给我消毒的。听了我的话，她不自然地别开脸，想来她也是想到了，从小到大，我只要身上有伤口，她都是先兑一碗盐水淋上去，在我哭得哇哇乱叫的时候，只会冷冷地说一句是给我消毒，后面再给她涂药的时候，我的手也没个轻重的，只是她不敢多说什么。等上完了药，才拉着我的手，眼里闪着泪光。玉啊，你是不是怪妈呢？妈当初带你走没带你妹，让她小小年纪没了妈妈，这是你和妈欠她的呀。以前我看到她这副样子，都要心疼又自责地跪在地上附和她了。但死过一次的我，早就看清了她的嘴脸。我垂下眼帘，挡住眼中的恨意，带着哭腔狠狠地扑在她的腿上。妈，那我还没有爸爸了，妹妹和爸爸欠我的怎么办？她本来就因为伤口被我按住，疼得龇牙，又听到我这么说，一下子愣住了。她没想到我竟然不顺着她的话跳进去。我冷冷一笑，假装悲伤地哭嚎起来，脸上没有一滴泪，身体还往她受了伤的地方压，一直到她受不了推开我才假装伤心地跑回房间。爸爸和女友分手后，妹妹的那些奢侈品全部被拿走了。她不甘心地跑到我的公司闹，在地上又滚又喊：顾玉她是个恶毒的女人，见不得我有妈妈，拆散了我爸妈。可惜那天在商场里的事情早就被人拍了小视频传到了网上，不少人看着她眼熟，都翻出来那个视频，纷纷对着她议论，这是不是那天商场上不认亲妈那个？是啊，听说他和他爸还把他妈打进警局了，太没良心了。议论声很大，哪怕他的脸皮再厚也遭不住，飞快地逃走了。而我从始至终都没有去看他，只是我看戏的同事们回来后，看向我的眼神都带着怜悯。我听见他们小声的议论，顾玉太可怜了，摊上这样的妹妹。可我却勾了勾唇，拿出准备好的辞职信放到了上司桌子上。这位上司十分看好我，他拿着那封信摇了摇头：顾玉，我们都知道你家里出了些事情，你要是心情不好，我可以给你放个假，等你休息好了再回来上班。不用了，徐姐。我笑了笑继续说，我决定好了，请您批准吧。其实就算没有这一闹，我也是要辞职的，因为徐姐很快就会调去别的地方，而新调来的上司不好相处，到时候公司里走得走散的散，只留下我一个干活的。那段时间可以说我一个人干10个人的活，拿的工资还下降了。再来一次，我可不想遭这种罪了。
况且我估计顾珠没这么快罢休，我可不想在这打工养活他们母女。上司批准得很快，我当天就拿着东西回了家。刚到家门口，就看到我的东西被七零八落地扔在门口，尤其是那只陪了我很久的小熊，都被剪成碎片了。姐姐，你回来了，妈妈让我过来住，我就清理了一下房间，你没有意见吧？顾珠从我的房间走出来，得意地看着我，而我妈在一旁露出为难的神色。对不起呀，玉玉，珠珠被你爸那个狠心的赶出来了，妈就收留了她。你不会有意见吧？有意见，我直接开口，让我妈都噎住了，又不耐烦地瞪了我一眼。珠珠是因为你才被赶出来的，你要是有良心，就好好求她原谅你。接着他还把顾珠的胳膊抬起来，那上面青青紫紫的是我爸打出来的伤痕。原来我爸为了向有钱女友证明自己的决心，把顾珠打了一顿赶出来，自己搬到人家房子里去住了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要不是你在外面害珠珠丢脸，又到爸爸家和阿姨打架，珠珠现在都父母双全了。再说我现在没有了工作，以后我们三个要怎么生活？他不是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吗？那我就推回去。这次我倒要看看他们母女俩没有钱还怎么母慈子孝。你说什么？你没了工作？我妈上前打翻我手里的箱子，看到里面的东西后脸色一变，伸手就想拧我的耳朵。你个没用的东西，养你这么大，工作都能丢，你现在就去跪着求你公司收你回去。我躲开的时候还故意用脚绊了他一下，又悠悠地说，要不是珠珠去公司闹，我也不会丢了工作。我把我辞职的原因说成是因为顾珠闹事，我被开除了，连这个月的工资都没有了。顾珠听了之后快速走进房间，啪的一声把门关上了，而我妈干笑着爬起来握住我的手，珠珠年纪小不懂事，你当姐姐的别计较，再说你是高材生，去哪不行，这小破公司咱也看不上，明天再找一个新的工作就是了。我不着痕迹地抽出手，他说的真好笑，顾珠都20了，还小怕不是巨婴，不过想让我再继续出去工作，让他们俩吸血也是不可能的了。我顺着他的话嚷嚷了起来，找什么找？我不找了，妈，我这工作干了快1年，也有10几万块了吧？你拿给我，我要去投资，我不打工了。听了我的话，他连忙上来捂住我的嘴，警惕地看了看四周，发现没人后，把我拽进家门，才关上门。还没等他说什么，顾珠又从房间里冲了出来，对着他喊，妈，原来你还有这么多钱，你把钱拿来给我去买包。我妈把手放在唇上，还拼命地朝他使眼色。我心里暗笑，这是想要先稳住我，再把钱给他宝贝女儿呢。不过先不说他去看了顾珠这么多次，还能剩下什么钱？就算是有，我也不会让这钱这么容易落到他们手里。于是我也一扯嗓子喊了起来，给什么给？那是我的钱，这是我的家，你给我出去！说着我就上前狠狠地推了顾珠一把，还是特地对准了桌子角的，这是我故意的。我看到他就想到上辈子他拿着我的钱去挥霍，知道我病了之后还把卧床的我扒光了去借裸贷。看到他的脸，我都恨不得掐死他。他被我推得撞到桌子角上，疼得捂着腰站不起来。我妈还想上前帮他，我却回头放了狠话，妈，我要是没有房间住，我就不找工作了。听了这话，我妈顿了顿，拽着人到一边去商量，但顾珠是不会答应的。她最喜欢抢我的东西，到她手上的又怎么愿意还给我？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我住在我妈的房间，顾珠和我妈一个房间。换了房间后，我睡得踏实多了。原来那个房间的锁早就被我妈拆了。
一点隐私也没有。有时候他半夜发癫，还会直接去把我扯起来。他不睡，我也不许睡。现在嘛，耳塞一戴，一觉睡到自然醒。不过我妈就没那么舒服了，顾珠是不可能和她一块睡的。我刚从房间出来，就看到她捂着腰叫唤昨晚睡得不舒服。我一看沙发上还有着被子，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以前她只要一有不舒服，我这个孝顺的女儿一定会上前嘘寒问暖，再顺便答应她的要求。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顾玉了，我现在是钮祜禄玉。听着她的叫唤，我也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：妹妹怎么这么不懂事，还让妈睡沙发？要不然我们把妹妹送回去算了。听了这话，妈妈瞬间腰也不疼了，站得笔直。不行，不能让你妹回去受苦。其实妈就是老了，睡沙发不太舒服，要是年轻的时候睡多久都没事。我点点头，随口说了句：那您多睡睡，睡习惯了说不定还年轻了。这场对话因为顾珠的出现而终止。我妈殷勤地把早餐摆到桌子上，因为顾珠来了，难得的早餐就看到了肉粥。不过那也只是顾珠的面前，我和妈妈的面前依旧是2个白馒头。珠珠长身体，要多吃点，妈和你吃得了苦，就不讲究那么多了。吃完了你也别在家待着，去找工作吧，顺便找个兼职，哪怕是刷盘子也好。珠珠来家里要用钱的地方就多了，你当姐姐的要为妹妹考虑。我妈一脸慈爱地看着我们说。顾珠得意地拿着勺子准备喝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起身直接把那碗粥扣在她脸上，吃，家里都没钱了你还吃？等会你就给我出去找工作，就算是刷碗也好，没钱就别在家待着，咱家不养闲人。顾玉，你干什么？在顾珠的尖叫声中，我妈冲上来带她到水台边清理，但那碗粥还是在她脸上烫出了个红印子，估计还要过段时间才能消除。我就在一旁慢悠悠地欣赏着我在她脸上的杰作，还挺丑的，就跟她的心一样。我不自觉地笑了出来。我妈瞪了我一眼，突然就拿着热锅想往我头上放。我这破了相就找不到工作了。听到这话，她脸色一僵，硬生生地止住了手上的动作，开始哄我。说什么呢，玉玉，妈怎么会让你破相？好了，咱家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，直接出去找工作吧，要是找不到，这碗饭也没有你的份了。她的语气很柔和，说出来的话却非常狠毒，还把那馒头收了起来。从小被她虐待的我，在听到这话的时候，胃里不自觉地翻涌。看着我变了的脸色，她似乎很得意，只可惜她打错了算盘。我捂着肚子往房间里走，就在他们以为我要妥协出去的时候，把门一关反锁了起来。妈，我那个公司做不满年限是要赔钱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我还欠着钱呢，你不把钱还给我，让我把钱补上，我也不出去工作了，反正怎么样都欠着债。我说的不假，上辈子我没法从那个公司离职，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妈不肯给钱让我赔。好在现在的上司和我关系不错，没计较这些，轻轻松松的就让我解除了合同。不管他们在外面怎么吵闹，我拿着手机打开了股市，按照上辈子的记忆买入了一只潜力股。我记得这只股票会跌一段时间，但只要熬过了这段时间，就会一路高升。一直到晚上，我才打开了门。妈妈和顾珠坐在桌子上，面前还摆着几沓钱。出来了，这是剩下的，拿走吧，多的没有。我妈不舍得看了那些钱一眼，又施舍一样的往我身上扔。说来好笑，我1个月工资加上各种补贴提成，平均下来也差不多3万1个月。
我妈收到的钱最低也低不过20万，可她却想用这3万块就把我打发了。但我接住了这些钱，还换上了一副忧愁的面孔。妈，给的太迟了，因为公司催得紧，我贷款还了，借了20多万呢。妈怎么办呀？我又没有工作，我是你的女儿，你要帮我还钱呀！呜！我哭着抱住了她的腿，她吓得往后缩，还想抬脚踹我。旁边的顾珠倒是动了动眼珠子，按住了她，笑着问我：姐，你别着急，你还有多少钱啊？你那放着也受不住，不如拿出来让妈给你规划一下。我妈听了后也跟着附和：我没有钱了，全赔给公司了。我哽咽着说，看着我妈吃翔一样的脸色，我又发疯一样的冲进顾珠的房间砸了起来。你就知道偏心妹妹，就知道偏心妹妹，我也是你的女儿，以后我也不去上班了，我就待在家里让你给我还钱。砸完后丢下这句话，我又跑回了房间。他们母女在门外骂着让我饿死在里面的时候，我正偷偷地啃着小饼干，比馒头的味道不知道好了多少倍。等到他们骂累后，我还打了个饱嗝。之后的3天，我都在屋子里待着不出去，直到听到顾珠惊喜的声音，我知道是时候了。我冲了出去，一把抢过顾珠手里的包包。干什么？这是我的。他眼中的妒忌一闪而过，又拉着我妈的手酸溜溜地说：哟，姐这不是都欠着钱了，怎么还能买这么好的包？这可要几万块呢。我故意扬了扬手里的手机，啊，那还不是我找到了门路，我呀找到了一个借钱不用还的路。听了我的话，顾珠舔着脸上来问，但我却故意不说，冷着脸拿着包回了自己房间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又陆陆续续网购了不少的货，不过都特地让商家包装的好好的，只单单看外面根本看不出来。没过多久，顾珠就忍不住了，故意让我妈拉着我聊天，而她偷偷地去往我房间里翻。看到她出来欣喜的眼神时，我就知道我成功了。晚上，我又被他们母女敲响了门，这回我打开了。我妈在我面前吞吞吐吐地问：玉呀，你那个贷款真的不用还？不会有什么别的事情吧？我看那些人怎么要我们脱光了衣服拍照？当然要了，毕竟我给他留下的线索就是在网上搜到的那种不正规的裸贷站子，那怎么会有事？都是网上的，谁也不认识谁。说完，我又假装说多了一般，捂住自己的嘴，把门关上，不理这2人。我知道顾珠一定会上当的，毕竟他念完9年义务教育就不读书了，他压根没有这方面的危机意识。而我妈更加，她书都没上完就和我爸有了我。休学后很多年，一直到怀上顾珠2个人才领证。也许也是因为这样，他才对顾珠格外喜欢一些。不过这些都和我没关系了。第2天，我特地出来看他们，看到顾珠身上带着新的珠宝包包后，我也放心了下来。我知道他上钩了，接着假装生气的上前扯住他：你偷看了我的东西是不是？这个贷款要是贷多了不还，让人发现就不放了，你给我还回去，不许你贷。顾珠白了我一眼，把我推开，而我也悲愤地看向我妈：妈，你说句话。我妈不耐烦地把旁边的抹布扔到了我的脸上：叫什么叫？你妹现在有本事挣钱，也不缺你那仨瓜俩枣的，以后你就睡沙发，在家里好好干家务，不然我把你赶出去。听到她这么说，本来已经像石头一样硬的心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丝痛，但我没有犹豫，起身往外面冲。我还能听到身后他们俩的声音：妈，他不会出去就不回来了吧？不回就不回，有钱又不给家里，一个吃白饭的白眼狼。这些年我在他身上花的钱就当喂狗了，真是可笑。
他这些年在我身上花的还没有我1年工资多，不过也好，我背着身上的包，眼神暗了暗。从今天开始，他们就要迎来苦日子了。而我看着手上慢慢回涨的股票，心情大好的搬进了隔壁的房子。这好戏还没看完，我可不能离他们太远。我是偷偷搬到隔壁的，为了看他们的好戏，我还特地在门口装了2个摄像头，保证能360度无死角地看到他们的情况。一开始他们还是每天都高兴地买，看起来借了不少。没过多久，就听到他们开始频繁地接到催债电话。每次一接到那个电话，我都能听到我妈嚣张又大声的声音：什么借钱？那钱到我们口袋就是我们的，你算个鸟！有本事你隔着手机打我呀！她的声音基本让整个楼的人都听到了。那些人每次路过他们家门口都会快速地经过，生怕惹上麻烦。而我妈和顾珠的麻烦也很快来了。那些催债的人真的找上了门，往门口泼红漆，还有几个高大的光头哥堵在门口，把母女俩吓得不轻。他们不停地求饶，磕到头都破了。对方往他们身上泼了狗血，又放了狠话后才离开。他们很快就想起了我，不停地打着我的电话。我看着不停震动的旧手机，再看着监控里辱骂和算计着我的2人，默默地关了机。2人跳脚了一会，才互相搀扶着进门，又拿出东西来把门口清理了一下。后面几天，我看到他们俩早出晚归的，有时候身上还穿着清洁工的制服，想来是去工作了。这也不奇怪，他们2个要学历没学历，要能力没能力，也就只能干些简单的活。但清洁工那点工资明显是不够还他们俩借的那些钱的。好几批的人轮着来他们家门口，那些红漆狗血清理掉了，又被泼上。母女俩的身形也越来越消瘦，但起码还是有个人样，能自由行动，不像上辈子的我，像个畜物一样躺在床上任人摆布。只是这里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房东知道了，再加上这2人已经拖欠了房租很久，在2人出去工作的时候，房东直接带着人把他们的东西扔了出来，又干脆利落地换了锁。回到家，发现进不去的2人抱成一团哭了起来，哭着哭着就相互指责了起来。我妈抓着顾珠的头发，愤恨地骂她：都是你赶走了我的玉玉，她是多乖的一个孩子，从小就听话，长大后又找了个好工作，要不是你，她怎么会丢了工作？我又怎么会落到现在的地步？我听了只想笑。这时候想到我这个冤大头 ATM 了，可惜我现在的心像杀了10年的鱼一样冷。别说帮他们了，就算他们死在我面前，我也要大喊舒服。顾珠也不是个好脾气的，反手打了他一拳，尖声叫喊着：什么玉儿，你又是什么好妈妈？从小你就严格要求他，反而溺爱我。当初你就是怕我读书太多离开你，才瞒着爸爸带我办了退学，又这么多年一直不让我去上学。现在他有的那些本来就是你们欠我的。听了他的话，我有些愣神，原来他不读书的原因竟然是妈妈。我还以为妈妈是真的爱妹妹，哪怕再恨她，我心里还是有些不甘心的。现在那道不甘心也消散了，原来妈妈不爱妹妹，也不爱我，她爱的只有她自己。我听着2人相互辱骂、指责，一时间觉得有些无趣。在准备关掉监控的时候，我又看到那些追债的人来了，他们这次手里还拿着相机等设备，人也比之前多了。看到他们对着2人伸手的时候，我还是报了警。帽子叔叔很快就来了，把这群不法之徒全部拿下。这时候我才从房间里缓缓走出来，看到我的时候，
我妈眼前一亮，推开顾珠就往我腿上抱。玉玉，妈就知道你心里还挂着妈，你才是妈唯一的女儿。这个顾珠就是个白眼狼，以后咱们娘俩好好过。顾珠也哭着喊着叫我姐姐，两人又掐了起来。我默默地收回了腿，躲在了帽子叔叔后面，害怕地说：我妈和我妹之前还想骗我去裸贷，我这些天都不敢出门，怕他们看到。两个人听到我的话都是一愣，又指着我的鼻子骂：你瞎说什么？明明就是你先贷的款。对，就是他给我们下的套，你们先查他。可是那东西是我偷偷用妹妹手机查的，贷款的也是他们俩，怎么会查得到我的身上？最后两个人还是被带走了。我笑着拿着手中的房本向他们挥手。后来的事情我就没有关注了，因为那只股票涨得很猛，让我直接赚了几十倍。卖掉它后，我就马上找了后来会和我一起合伙开工作室的师兄，他也早就有这个打算。我们一拍即合，着手干了起来。我们的工作室开得很红火，我的身价也涨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。上辈子因为妈妈，几乎所有对我有好感的男人都被吓跑了。这辈子感情经历倒是丰富多了。和我一起合伙的师兄对我表了白，其实我对他也有好感，但我不愿意让这点好感破坏我们纯洁的合作关系。再加上我们现在站得越来越高，我也清楚地感觉到他和最初的他不一样了。我拒绝了他，开着我的迈巴赫去钓了小男生，但很可惜，这些男人似乎和我爸都是一样的，一开始对我很好，从我这得到东西多了之后，慢慢的就开始想要控制我。好在我也不是会吊死在一棵树上的人，这个不行就换一个，只要换得快，只有快乐没烦恼。这天我刚做完美容，正美美的准备开车去见自己新交的小男友时，一把刀从后面抵住了我的腰，熟悉的声音从背后响起：顾玉，你真狠心，你也回来了是不是？妈不过是拿了你一点小钱给妹妹，你就这么报复我们？是我妈的声音，听起来她也重生了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看了看头顶的监控，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叫喊起来：妈，你干什么？你把刀放下！我妈听到我叫唤，心里着急，想捂住我的嘴，可她不知道这些年我特地去练了各种防身术，维持生活都困难的瘦弱的他，又怎么会是我的对手？我狠狠地用手肘打掉他的束缚，又回手抓着刀尖，扯着他往旁边摔去。只是在摔的途中，我把那刀尖生生地转了个方向，刚好插在他的心脏。他躺在地上挣扎的时候，我在旁边装作害怕地喊着，眼神却非常冷漠，就像是他上辈子看着病床上的我一样。他对着我的方向已经说不出话了，只能从口型判断出是3个字。我垂下了眼，不去看他。等到保安们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不会动了。我手上的伤和监控都证明了我不过是正当防卫，而我知道妹妹早就死掉后，哭着说我是她最后的亲人，把她的遗体带走。之后我把她的骨灰随意地撒在了下水沟里，就像她这个人一样，又臭又烂。一直到看着骨灰完全融入下水道，我没有留恋，转身离开。我知道上辈子的那些事终于彻底地远离了我，从今往后我只会好好享受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